15号起，美菲在菲律宾多地持续启动了10天的大规模联合军演。演习科目及地点透露哪些信息？为何菲方特意强调演习不针对台海？与此同时，菲律宾近日再炒撞船事件，中方第一时间还原真相，如何打脸菲方猫腻？为何说菲律宾纠集域外势力插手南海不得人心？来看详细分析。 据菲律宾海军陆战队15号发布的消息，本次演习代号为“海上战事合作”，共有超过2000名美军和菲方士兵及人员参与。澳大利亚、英国、日本和韩国也派人员参加。相关演习预计持续10天，演习主要在吕宋岛北部海岸展开，内容包括2栖登陆、实弹射击以及人道援助演习等。位于菲律宾西部的巴拉望岛也举办了部分演习，据悉包括2栖登陆、防御化学和生物武器袭击等。 外界注意到，本次美菲的军演地点相当敏感，特别是吕宋岛北部与中国台湾岛仅隔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巴布颜海峡3条狭窄水道，直线距离仅800公里。去年，菲美达成相关军事协议，将美国在菲军事基地增至9个，其中新开放的4个军事基地中有3个位于吕宋岛北部。而今年4月，美国以演习名义在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部署陆基中程导弹系统。此后，美菲双方多次延期中岛系统的撤离时间。此外，本次演习也北至巴坦群岛，该群岛作为菲律宾最北端，与中国台湾兰屿隔海相望，最近处仅99公里。5月，菲国家安全顾问阿诺证实，已在相关岛屿建立监控海上情势的海岸警卫队哨所。同期，美国高调声称，已在该群岛中面积最大的巴坦岛进驻工程兵，对港口进行清理升级，为今后停靠大吨位舰艇做准备。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以来，美军已连续2年借联演在该岛实施空降突击训练。不过，菲方演习负责人布兰科15号在记者会上特意强调，相关演练并不是针对台湾。美方演习代表格伦则补充，演习旨在帮助美国及盟友应对任何危机或突发事件。 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丁铎日前撰文指出，除菲律宾外，没有任何其他东盟成员国和美国有着如此紧密的战略捆绑。菲美同盟的不断强化和菲律宾外交政策的周期性摇摆，正使它成为东盟国家中的一个另类。从东盟的其他国家到东盟的整个组织，他们呢其实并不太愿意介入到个别国家与中国的南海主权争议。 就是他们不可能为个别国家的主权声索去站台背书，也不希望呢在中国和东盟的这种合作的主流当中卷进去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地缘政治问题。尤其是呢域外大国的介入，这个介入呢不仅把整个的地区局势会搅乱，而且呢它还会冲淡东盟在整个地区当中的主导地位。近日，菲方再炒作一艘菲律宾渔业部门船只和一艘中国的所谓海上民兵船在中业岛附近相撞，并批评中方船只行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道出实情：菲方公务船在中国管辖海域以危险方式航行，并与在该海域正常作业的中国渔船发生擦碰。菲方上述行为侵犯了中方主权，严重威胁中方渔船和人员的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海上民兵船的说法是菲方一贯以来的炒作话术，意图就是通过虚假叙事抢占所谓道义舆论制高点。相关说法完全站不住脚。实际上，菲方多次将所谓平民作为肉盾实施非法侵权活动，包括派遣所谓渔船向仁爱礁、仙滨礁非法滞留船只运补物资。今年5月，菲方还派出5艘商业渔船，携带约200名渔民，驶向黄岩岛周围海域，蓄意碰瓷卖惨。结果，中国海警早已在黄岩岛海域严阵以待，菲方闹剧最终以失败告终。 对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主持召开了国防和安全会议，以应对韩国无人机渗透平壤一事，您怎么看呢？其实，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亲自召开国防和安全会议，包括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李永杰、朝鲜国防相鲁光铁、朝鲜国家保卫相李昌大分别就此做报告，以及朝方将这件事情定性为韩方的战争宣言。
同时还制定了当前的军事行动计划当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曹方对于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而且可以看出曹方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这类事情的再度发生的决心。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来曹韩双方相互越界散发传单的事件可谓是屡有发生，屡禁不绝。为什么曹方这一次要大动干戈呢？我认为这首先是因为过去70多年以来，曹韩之间的博弈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体现在军事层面，但其真正的本质其实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博弈。我们甚至可以说，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纷争不仅是曹韩博弈的原点，而且过去70多年以来，曹韩双方一切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为了维护各自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而且在这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博弈当中，韩国以及支持韩国的后台老板美国一直是处于强势地位，带有非常明显的进攻性和侵略性，也就是一直在企图颠覆朝鲜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而朝鲜则处于相对的守势地位，或者说朝鲜的所作所为更多的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安全。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曹方看来，韩方越境向朝鲜散发各种各样的传单，不仅仅是侵犯了朝鲜的主权，更是对朝鲜的一场意识形态侵略战争，是在处心积虑地企图扰乱朝鲜国内的民心，阴谋颠覆朝鲜的政治制度和危害朝鲜的政权安全。这对于朝鲜来说，不仅是一个高度复杂敏感的问题，而且是一条绝对不能碰触的底线。其次，跟过往的越境散发传单行为相比，韩方的行动出现了明显的升级趋向。过去韩方散发传单的载具用的一般是本身没有动力装置，只能随风飘荡的气球，而且气球上装载的除了一些美元和食品之外，还有一些攻击朝鲜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宣传品。但是这一次，韩方居然用的是带有动力装置、可以操控方向的无人机，并且3次飞越了朝鲜的首都平壤。大家知道，只要无人机装上了炸药，它就变成了一个进攻性的武器，这是朝鲜感到自身安全受到了严重挑衅的重要原因。而且更为关键的是，根据曹方的说法，韩方这次还用无人机投放了充满煽动性的政治谣言。也就是说，曹方最为在意的不仅仅是韩方投放的政治传单，而是旨在扰乱民心的政治谣言。除此之外，更加让曹方无法接受的是，韩方居然将这种侵犯主权与挑起意识形态侵略战争的行为定性为了民间的自发行动。